在面对俄乌冲突问题上，由于东盟有关国家对俄罗斯粮食进口、工业原料进口依赖度高，考虑到经济制裁的非预期性后果，东盟国家显然需要衡量与拜登政府对俄政策保持一致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因此，东盟国家外长发表共同声明，呼吁缓和冲突，进行对话，但是并未直接反对俄罗斯。2月28号，新加坡宣布对俄罗斯实施金融制裁，这是东盟国家中唯一一个积极响应西方制裁倡议的国家。此外，今年20国集团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主办方印尼与泰国也正面临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美国和俄罗斯都是这两大多边机制的参与国，但美方此前已明确表示，如果俄罗斯官员出席，美国将抵制G20会议。这样的情况显然并不符合东盟国家的利益。现在实际上随着俄乌战争的这个推进，实际上美国加快了在亚太地区构建一个这个盟友体系。除了这个盟友体系之外，再加上伙伴关系上，美国试图上在亚太地区就是打造一个完全对立或者对抗的这种集团性的这种地区架构。近年来，美方已将东盟视为其遏制中国战略的关键。从近期的种种动向来看，美国在今年势必会加大力度推行印太战略，继续以印太经济框架、联合军演等经济安全领域议题为诱饵，对南海周边国家进行拉拢、施压与胁迫。这些更是东盟不可接受的事情。在美英澳联手制造核扩散风险的 AUKUS 联盟问题上，多数东盟国家坚持了独立自主的主张，做出了理性客观的评判。而印尼外长雷特诺近日公开表示，我们的人民会问，如果印太战略不能为人民带来经济利益，这个概念还有什么意义？周四，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越南外长裴青山通电话时指出，美国试图通过强推印太战略制造地区紧张，挑动对抗对立，将严重损害本地区得来不易的和平发展局面，严重侵蚀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合作架构。我们不能让冷战思维在本地区回潮，不能让乌克兰悲剧在身边重演。美国的这种政策，实际上它带有内在的一种矛盾性。它一方面说，我要加强和东盟的这个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呢，它要打造新的机制，像我们看到这个美英澳三边安全对话关系啊，包括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尤其是四边机制，它现在要扩容，向谁扩？就是像越南啊、韩国啊，所以东盟非常担心，就是说这种扩容会分裂东盟的这种，或者是削弱东盟的统一性和中心地位。美国与东盟峰会一拖再拖，拜登政府最后只在3月底迎来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到访。新加坡联合早报披露的一个细节引发各方关注：美经领导人会谈后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拜登在发言中至少6次提到印太地区，而李显龙则多次使用亚太一词。谨慎的用词体现出李显龙一贯的态度，不希望东南亚成为中美博弈的前哨战。分析指出，不要使中美关系复杂化。李显龙的这番话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加坡的担心，其实也代表了包括东盟在内的许多国家对美国的担忧，值得美方好好听一听。美国要求，可能东盟在一些特别敏感问题上进行表态，实际上东盟国家它这种选边站的压力就会很大。那么它是否还能够继续享受这种有安全、有发展这种红利？我觉得要打一个非常大的问号。所以呢，我觉得像新加坡，包括其他这个东南亚国家，对于中美在这个地区的竞争，他们上是非常焦虑和担心的。